注意看，一塊從天而降的石頭突然砸穿了一戶普通人家的屋頂，掉进了卧室，落在仅仅距離屋主几米遠的地板上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屋主没有直接捡起来，而是戴上手套，用铝箔包裹，再放进玻璃容器密封保存。这一幕真实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希尔斯伯勒镇。2024年7月16日，一塊来自太空的陨石突然穿透屋頂，掉进了一间卧室。正是刚才这個專業的近乎教科書般的舉動，後來讓 NASA 的科學家興奮不已，因為他們意識到這塊砸穿屋頂的石頭很可能保存着46億年前太陽系剛剛誕生時最原始的化學信息。就在前幾天，發表在科學進展期刊上的一項研究表明，它不僅記錄了遠古小行星的演化歷史，還可能讓我們重新思考一個困擾人類數千年的問題：生命究竟是從地球開始的，還是在地球誕生之前就已經在宇宙中悄悄做好了準備？今天，我們就從這塊掉進臥室的隕石開始，說說 NASA 最新發現背後的真正意義。首先，我們要弄清楚，這到底是一塊什麼樣的隕石。根據 NASA 的分析，這塊隕石屬於碳质球粒隕石中的一種。這類隕石在所有已知隕石中所占比例並不高，卻一直被科學家視為研究太陽系早期歷史最珍貴的樣本之一。原因很簡單，絕大多數隕石都曾經歷過劇烈的高溫融化或碰撞，內部原本保存的信息早已被破壞，就像一本被火燒過又泡過水的古書，很多內容已經無法辨認。而碳质球粒隕石則不同，它們誕生於約46億年前太陽系形成初期，之後幾乎沒有經歷大規模融化，因此保留了大量最原始的礦物和化學物質，就像一本從未被修改過的初稿，記錄着太陽系剛剛誕生時的模樣。更難得的是，這塊隕石幾乎沒有受到地球環境的污染。事實上，大多數隕石落到地球後，很快就會受到空氣中的氧氣、水分以及微生物的影響，尤其是雨水，會迅速改變它們內部的化學成分。還有不少隕石在被發現時，已經被很多人直接用手觸摸，留下了大量現代污染物。這也是為什麼科學家一旦發現隕石，往往會第一時間戴上手套，密封保存，因為他們真正研究的並不是石頭本身，而是裡面保留下來的遠古信息。而這塊隕石之所以格外珍貴，正是因為它幾乎從落地開始就得到了非常規範的保護。也就是說，科學家看到的不是經過地球環境加工後的樣子，而是一個盡可能接近46億年前的真實樣本。對於研究太陽系起源來說，這樣的機會可遇而不可求。不過，真正讓 NASA 興奮的還不是它保存的有多完整，而是當研究人員打開這塊隕石的內部時，發現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東西。他們意識到，太陽系早期的小行星可能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死氣沉沉。它們的內部竟然曾經發生過一系列複雜的化學活動，而這才是這項研究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，人們對小行星都有一種刻板印象，覺得它們不過是一塊塊冰冷、堅硬、毫無生機的石頭，在太陽系中靜靜漂浮了幾十億年。但 NASA 這項最新研究卻讓這種認知再次發生了改變。研究人員利用掃描電子顯微鏡、電子探針和 X 射線分析等多種技術，對這塊隕石進行了細緻檢測。結果發現，隕石內部存在大量富含鈉元素的礦物區域。鈉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食鹽中的主要元素之一。這一發現意味着什麼呢？科學家認為，這些礦物並不是隕石形成時就有的，而是在小行星內部經歷了長期的鹽水活動後才逐漸形成。也就是說，在46億年前，這顆小行星的內部很可能並不是一塊乾巴巴的石頭，而是曾經流動着液態水。看到這裡，很多人可能會疑惑，太空不是接近絕對零度嗎？小行星裡面為什麼會有水？更別說還是液態水。答案其實藏在太陽系誕生的早期。當時形成小行星的並不僅僅是岩石，還有大量冰、水和各種挥發性物質。與此同時，這些天體內部還含有一些短壽命放射性元素，比如鋁26。它們在衰变過程中會不斷釋放熱量。雖然這些小行星直徑可能只有幾十公里，甚至更小，但內部積累的熱量已經足以融化冰層。於是，一個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場景出現了。
在冰冷的太空中，一顆看似普通的小行星內部卻出現了液態水。這些水不斷滲透岩石，與各種礦物發生反應。隨着時間推移，部分水分蒸發或重新凍結，溶解在水中的鹽類越來越濃，最終形成了高濃度鹽水。而 NASA 發現的富鈉礦物正是這一過程留下的重要證據。這意味着小行星並不是一塊靜止不變的石頭，而更像是一座持續運轉了數百萬年的天然化學實驗室。水在裡面流動，礦物不斷改變，新的礦物不斷形成，各種化學反應持續發生。更令人驚喜的是，研究人員還在隕石中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富碳物質。這裡需要特別說明一點，很多媒體看到富碳兩個字，就會直接寫成發現了生命物質，這是不準確的。實際上 NASA 並沒有發現生命，也沒有發現化石，他們發現的是含碳化合物和原始有機物質。這些物質雖然不是生命本身，卻是構成生命的重要化學基礎。打個比方，如果把生命比作一棟高樓，那麼這些含碳化合物更像是一塊塊磚、一根根鋼筋。它們不能自己變成高樓，卻是建造高樓不可缺少的材料。而最重要的是，這些材料並不是在地球形成之後才出現的，它們早在太陽系誕生之初就已經存在於這些古老的小行星內部，並在水和鹽水共同作用下，經歷着漫長而複雜的化學演化。也正因為如此，這塊看似普通的隕石才讓 NASA 意識到，也許我們一直低估了這些小行星。它們不僅保存着太陽系最古老的歷史，還可能承擔着另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——孕育生命化學原料的第一座工廠。如果只是證明小行星內部曾經有鹽水、有化學反應，這項研究還不足以引起如此大的關注。真正讓科學家興奮的是，它正在與越來越多的研究相互印證，把一個曾經大膽的假說變得越來越可信。那就是生命所需的許多化學原料可能並不是在地球上誕生的，而是在太空中就已經開始形成。過去人們普遍認為生命起源於年輕的地球。大約40多億年前，地球表面逐漸冷卻，形成海洋。在閃電、火山、高溫等各種能量的作用下，簡單的化學物質一步步演化，最終誕生了生命。這就是著名的原始湯假說。但近幾十年來，科學家發現事情可能沒有這麼簡單。越來越多的碳質球粒隕石中都檢測到了豐富的有機化合物，甚至還發現過數十種氨基酸。其中有些氨基酸雖然不是生命直接使用的類型，卻證明了一個關鍵事實：複雜有機分子完全可以在地球之外形成。2023年 ，NASA 的 OSIRIS-REx 任務從近地小行星貝努帶回了約121克珍貴樣本。初步研究發現，樣本中不僅含有豐富的碳，還檢測到多種與生命相關的有機分子以及多種鹽類礦物。這說明貝努的母體小行星過去同樣經歷過液態水活動，而這一次掉進居民臥室的這塊隕石又獨立提供了新的證據。一塊來自太空探測器主動採集，一塊來自大自然送到地球，它們指向了同一個結論：太陽系早期的小行星並不是毫無变化的石塊，而是廣泛存在着水、鹽類和複雜化學反應。這意味着，類似的化學實驗室在太陽系形成初期可能並不是一個，而是成千上萬個。接下來，一個更加大膽的問題便出現了：如果這些小行星能夠制造生命所需的化學原料，那麼它們後來去了哪裡？答案其實就在地球。在太陽系形成後的數億年間，地球經歷了一段被稱為後期重轟炸的時期。無數小行星和彗星不斷撞擊年輕的地球，不僅帶來了大量水，也帶來了各種有機化合物和礦物。換句話說，它們送來的或許不僅僅是一塊塊石頭，還有已經經過數百萬年甚至上千萬年预加工的化学原料。於是，年輕的地球就像一座巨大的實驗室，接過了這些來自太空的原材料，在適宜的溫度、液態水和穩定環境中繼續完成後續的化學演化，最終邁出了生命誕生的關鍵一步。當然，這並不意味着科學家已經破解了生命起源之謎。從有機分子到真正的生命，中間仍然隔着巨大的科學鴻溝。第一個能夠自我複製的分子是如何出現的？ RNA 世界是否真的存在？細胞膜又是在什麼條件下形成的？
這些問題至今仍沒有統一答案。但至少現在，科學家越來越確信一件事兒：生命故事的第一頁很可能不是從地球開始書寫的，它真正的開端也許發生在46億年前那些不起眼的小行星內部。在那裡，冰融化成水，鹽水改變礦物，有機分子不斷積累，而地球更像是接過了這場宇宙化學接力賽的最後一棒，最終孕育出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生命世界。當然，這並不意味着科學家已經找到了生命起源的答案，但至少它讓我們離這個答案又近了一步。或許未來，當更多來自小行星的樣本以及更多保存完好的天然陨石被研究之後，我們終將弄清楚一個困擾人類數千年的問題：生命究竟是地球獨有的奇蹟，還是宇宙演化過程中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？也許答案就藏在下一塊從天而降的陨石裡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